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它会助长这种不劳而获的风气。那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不劳而获这个概念，其实说真的，大家第一个他会有点想要污名化说，大家其实都是劣根性的。当我有一个基本收入的保障的时候，我会不愿意去工作，或是等等等。但其实从很多的实验，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不尽然是绝对的。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疫情期间呢，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的危机，这让不少国家开始实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政策。那我们以前呢也做过2节影片在讨论这个议题，而最近台湾也开始小规模的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实验，甚至还拍成了纪录片。那为了想要深入了解这个议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发起这次实验的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创办人罗泰以及公关长品义一起来聊聊。那今天的强者我朋友强在哪呢？罗泰是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的创办人，他来到台湾之后，发现台湾浓厚的民主风气跟政治参与的精神，很适合发展基本收入的倡议。于是，在2016年，他在国立政治大学筹划了全亚太第一场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国际研讨会，成为了 UBI Taiwan 协会诞生的契机。同时，他也是教育机构思悦软实力培训所的创办人，他积极地将个人实验计划与学生的专题式学习课程结合，带领高中生理解推动基本收入，甚至呢为实验计划募资，是本次计划得以推动的关键策略之一。而品义呢，则是协会的常务理事与公关长，曾经参与再生能源金融科技、行销科技、策略顾问、防诈科技等等产业领域。近期呢，也代表协会参与了2次国际峰会，跟世界一起讨论有关基本收入的议题。那今天就让我们跟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一起来聊聊，什么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它真的有用吗？以及目前的实验结果又是如何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想要煮菜又怕麻烦的人吗？那你一定要注意这场线上课程，由料理达人 Kazu 研发的奇迹的一物多煮公式，堪称料理懒人福音。一物多煮公式为什么这么神奇？因为它破除了2大煮菜迷思。第一呢，其实日常煮菜只要懂8种食材就够了，因此呢，这堂课精选了8种全年好买、口味又受欢迎的食材。第二，一个食材呢，只要会6种变化，就能够让人吃不腻了。所以只要掌握这套料理公式，懒人也能够每天轻松上菜，不烦恼又不重复，根本奇迹。讲师 Kazu 呢，已经出版了3本热销食谱，他的料理教学影片更累计了超过5000万观看。Kazu 丰富的料理经历让他超清楚哪一些做法最适合怕麻烦的人来学。现在就把握限时早鸟优惠，用优于4折的价格入手课程，结账输入折扣码 Cook77，还能够再省350元，懒人们动起来吧！那就请罗泰还有品义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罗泰。Hello， 我是品义。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也还有这个计划养羊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好，我是杨洋。这边可以先帮观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无条件基本收入到底是什么？其实基本收入它的定义其实蛮简单，大概5个要点。就第一个，它是无条件审查，对，所以等于今天不论你是有没有工作，不论你是不是有家庭，不论你的年纪，你都是无条件审查可以获得一笔基本收入。第一个要件无条件，然后再来是发给全民，而且发给全民的方式它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它是定期，而且以现金支付给到个人。对，所以它的要件其实是很完整的。可能大家会把它跟社会福利制度去做一个比较，但其实台湾很多的社会福利是以家户为概念，同时你要符合可能低收入户或者是你失业状态，它就有很多的条件，它等于是一个 checklist， 你要把它一一的打勾，你才会符合这个条件，可以去申请所谓的补助。对，所以我们在基本收入以及社会福利之间，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无条件审查其实是一个精神，就不会以你过去的状态来决定我未来要不要继续发现金给你去保障你的基本生存，这样子。OK， 那我觉得最多人应该说会主流，大家会反弹的，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样子一个政策，它会助长那种不劳而获的风气。那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觉得不劳而获，它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你对这个人的行为有负面的感受，因为他是一个妈妈，没有工作，可是他对他的孩子是他照顾得很好，那你会对他说你不劳而获干嘛？不会啊，她可能是依赖她的丈夫，她可能依赖政府，可是她对我们未来的社会是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会特别的针对这个不劳而获，它是一种机会的投资。对，我觉得是
确实它是一个投资，我们要看的是它对我们社会做出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是负面，那么我们就是针对那个负面的行为，而不是说他没有赚到钱，他就是一个负面的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很多没有赚钱的人，他们对我们社会是可能有更大的贡献。但我这边想要提出一个挑战，就是我觉得大家在想不劳而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心目中就已经像你说的，他们有一个投射了，他们想象的是一些平常可能会拿钱或借钱去吸毒做坏事的人，所以他们害怕的是，那如果我们政府每年还固定给他一笔钱的话，是不是反而让他不愿意去做工作，然后甚至拿这些钱去买更多的毒品，或是拿更多钱去赌博？如果针对这样的状况，你们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不劳而获这个概念，其实说真的，大家第一个他会有点想要污名化说，大家其实都是劣根性的。当我有一个基本收入的保障的时候，我会不愿意去工作，或是等等等。但其实从很多的实验，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不尽然是绝对的。然后大家也会选择性的去在意那个失业率或就业率的这个指标。但其实我们在推动基本收入这个议题本身就不是要求大家要去工作，我觉得蛮奇怪的。就当我们在思考人类文明的推进的这个理想的时候，我们想象乌托邦应该不是一个就业率100%，然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80%这样的社会吧，应该是很多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乐趣，追求自己的真的所谓的志向，可能一生他可以去努力的东西。如果你是因为拿到基本收入之后可以更少的劳动参与，而是选择回归家庭照顾孩子，回到就是去扮演你想要扮演的角色，其实我们也不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坏事。对对对。那我很好奇，在你们现在已经办的实验，或者是你们看过的实验结果里面，你们有感受到这个大家拿到基本收入之后有办法去实践自己的志向，或者是有办法有更自由的状况是有实现的吗？我们朋友在印度，他做一个联合国的实验，蛮大的，几万个人参加，然后他发现是女性，她们创业率提升最高。为什么？是因为她有这个钱，确实是一个保险，她没有那么的担心，而且她不用依赖她的丈夫，她想要创业，她想要试试看，她终于有这个机会。所以不管是印度或发达国家，在美国那个 COVID 的时候，COVID 我们也是发很多现金，那他们也发现是少数民族的创业率变高，好像是100倍。所以大家想要追求他梦想，他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会影响我的生活品质，他会想到这个是很危险的选择，然后决定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可是他至少有这个基本收入的保障，他有一些现金的保护，他更可能会冒这个险。那我另外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问志祺，你自己是会支持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吗？我好像算是偏支持的，就至少这些实验我都是很大力的支持，因为我想要看看这个样子到底会怎么样。就我自己的理解，在商业上面或者是资本方面的这些角度，就要一个只有资本的人去剥削一个没有资本的人，或像刚刚讲到这种没有选择，我觉得它是会发生的越来越频繁，而且会规模超乎大家的想象，这个真的很难阻止。像是例如说现在最近很多人讨论的 AI 相关的事情，我觉得 AI 还是会让更多的人被边缘化。很多的小公司，它今天它要发展一个 AI， 它一开始它就没有这个成本去跟这些大公司竞争，法律基本上是资本阶级在定的。所以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循环，让你没有办法有选择？它就是资本阶级想要达到的事情嘛，就是你必须要加入这个东西，或者是房贷的发生也跟这个东西很有关嘛。我要让你有一个持续一直要赚钱的动力，不然你就会离开我的劳动力生产。我有点想延续刚刚就是志祺提到的，就是我看到你认知的这个未来世界跟 AI 啊或者这些相关，其实你也觉得说基本收入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个路径，必然要去思考的事。对，像今年其实蛮大一个新闻，就是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是 AI 教父嘛，Geoffrey Hinton，他认为 AI 的监管应该要，甚至有可能要大于 AI 的发展跟成长，因为 AI 这件事情它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中小企业可以
可以参与因为它的那个运算就太贵了。对你光是要建一个 AI 的运算中心，你的 algo、你的 data， 这些根本都是资本家才玩得起的游戏。所以最终，如果未来世界要往 AI 跟自动化靠拢的话，它最终一定是一个科技巨头决定的一个社会样貌。所以一个社会，穷人不能太多，穷人不能太穷，这是政府可能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议题。经过了疫情的加速，因为疫情都在加速整个 M 型化嘛，基本上中产一定会消失，然后科技巨头会越来越少，但掌握资源越来越多。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多数人是不可能准备好的。那这个时候政府的角色其实很重要，所以 maybe 最后基本收入不会以基本收入的名称或形式被实现，但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资源重分配跟政府必须要去正视这个议题。这个就有点像是从大企业收税金，然后去就普发，有点是类似这样的概念。但这个钱最后真的会从税来吗？可能也不会，可能就会是继续印钞票，然后就加剧了更多的通膨影响。那我觉得去思考这些的可能性，可能是现阶段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下的事情。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你们有在台湾推一个小型的实验活动嘛，然后可是现在好像是以单亲家庭为主要的对象，那很想要问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选择？我一开始是觉得好，那我们试试看给一些毕业生或大学生看看，可是后来我也觉得第一个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的，大学生是可以申请一些奖学金，那他可能不是最需要的对象，那我们要找更有影响的对象。我们做研究发现应该是小孩子，而且在台湾单亲家庭他很多社会福利的漏洞。我们现在的受试者，我跟他访谈的时候，我问他，那政府有没有帮你？社工有没有帮你？他说偶尔会来，比如说疫情的时候，他拿到的东西还是算蛮少的，而且现金基本上是拿不到。他要申请现金是最麻烦的事情，因为他要做很多审查，然后基本上他要么没有这个，或他有这个他就放弃，因为太麻烦了，而且他们要一直审查。有蛮多教授跟我们说，这个现象是蛮普遍的，所以我们做这个实验也是要强调这个问题，不就是要看现金有没有帮他们，而且我们要强调的是，台湾社会福利确实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我相信台湾人基本上都支持要帮单亲家庭，我遇到的台湾人没有人反对这个对象，可是在他们的想象，他们以为台湾已经在帮他们。他跟我说他小孩他想要参加一些学校里面的活动，可是需要钱，而且他没有那个钱，所以他小孩不能参加。他家里我们去参访他的家里，确实是乱七八糟，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整理，所以每一天那个小孩他回家到这个环境，当然会影响他的心理。然后他这个小孩我们也发现他没有玩具，他没有书桌，他没有地方可以做功课，这个也是我相信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一开始是从国外的研究发现，你发现金对这个小孩最可能会有长期的影响，不只是在那个实验内。那你在这个实验的进行之前，没有设定有想要验证的一些论点吗？其实像延续刚刚 Tyler 讲的，其实我们选择单亲家庭，它有很多的指标可以去看。因为第一个像我们找的是妈妈嘛，我们的第一个受试者，其实妈妈她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家庭里面，她其实通常是就是建立跟孩子关系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通常单亲妈妈如果在自身的技能，像我们就讲我们这次这位于妈妈，她其实在我们接触她的时候，她是做一个压力很大的这种电话客服的工作，每天被追绩效，然后压力很大，而且这件事情她很难改变现状，她也没有一个所谓的 career path 可以去成长，所以就变成她其实也出现所谓亲子的问题，因为孩子长大了，准备要去可能快要接近国中啊这样的年龄，其实会开始叛逆，但他没有时间跟心力去照顾到孩子的心理状态，这是一个面向。就是我们也想关注说，基本收入除了改善他个人之外，是不是也能改善一个家庭，甚至影响到孩子未来成长的这个路径。
对，所以像我们那时候其实在看，第一个就是妈妈本身她有没有改变了她的工作形态，她会不会因为有基本收入这样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她选择去找一个她比较有余裕的工作，可以回应到家庭的这个照护责任的需求。那事实上也有这样的情况， Okay. 对，他最后就离开了这个工作，然后也换了一个业务职，那业务它等于时间会比较有弹性，对。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没有设定到说，哇，居然妈妈在实验期间会有癌症就是复发的这个情况。那我们那时候也征求妈妈同意，我们也去拍摄她这段的心路历程，包含就是掉发啊、做完化疗的状态等等。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在这个实验案，我们真的去创造比较多面向可以被讨论跟被关注的议题。那我们也期待透过像我们在拍摄纪录片，然后去跟大家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关注，这样子。懂，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一次的实验好像是1个月，然后发1万块给参与实验的家庭，然后但是它是为期1年的嘛。那在刚刚讲到就是有像癌症复发或者是这些状况，然后甚至换到业务职要回来，因为青春期也不只是1年嘛。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质疑说，那在这1年之后，这些家庭有没有可能他又重新陷入了这个困境？你们会怎么样思考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我最强调的是，我觉得要找的是小孩，因为你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长大，第一个是会影响你学习，第二个是会影响你的心情。那你给他稍微更稳定的环境，那就是会慢慢的累积。其他的研究也在慢慢的看，是不是小孩是不是有长期的影响，这确实我们也是在观察的。我看到有一些人会很担心说，像这样的实验，就是你们就是直接发钱嘛，所以发钱会造成依赖性。就是对于这样的担心，你们看法会是什么？简单来说，我先讲我们这次实验的这个案例好了。因为妈妈在过程中她出现癌症复发嘛，所以其实我们在1年发完之后，我们其实又跟妈妈约定好，我们会再延长这个实验计划。所以当有一些个案特别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会避免说，我突然把水抽干这样的情况，他突然少了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他可能会失去目前生活的平衡。这个当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其实也是现实之间的考量嘛，因为大家都是志工，那其实我们也是透过募款去执行这样的实验案。我们当然希望，好，我选择一个范围，然后我可以做更长期的实验，但事实上现实的条件我们不被允许。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其实就必须要去思考，我们实验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其实我们在看的一直都不是说这1万块会成为你生活的唯一支柱，然后你想要抱紧它，没有，而是你在这1年内，你能不能去探索到可以改变你一生，你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跟探索。如果没有 OK fine， 那你一样是回归到你原本的生活。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沟通一定会跟受试者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这是1年期的专案，所以你也不会有那个期待是1年后你要继续仰赖这个东西去生活，反而福利制度更容易有这样的依赖效果。因为当你脱离你的现状，你不再符合失业者，你不再符合中低收入户的家庭的定义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你更可能会想要留在现状，而不愿意脱贫。如果每一个人他都固定每个月会拿到政府发的1万块的话，感觉就会有一些房东或者是会有一些商家老板会觉得说，大家现在负担都减轻了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可以拿出来的钱又更多了呢？那是不是我们的房价、房租或者是小吃摊的物价又会跟着随之上涨？是会有这样的状况的吗？首先我想问大家，现在有没有房价的通膨呢？有啊，可是没有 UBI 啊。我们薪水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还是有房租的通膨，是怎么回事？请问。那第二个是政府要找各种各样的政策来至少缓解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有 social housing， 就是我们公共的房子，我觉得是有一种方式，而且也是可以控制它提升房租的速度。我觉得可以更 general 的来看这个问题，就是除了房租啦，其实包含大家也会在意可能像物价之类的。对，那像我觉得你用整个就是好的生活成本来看好了。第一个，当有基本收入，其实大家不见得要涌入城市来找工作，所以像大家说的所谓生活成本很高，然后房租一直涨，其实都是在黄金地带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大家对于工作其实没有选择。但其实未来的形态，大家其实不一定真的每天都要进公司，他可能1周都要进1次，甚至是
就是 remote work 可能是一个更加的常态。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基本收入它其实不会，应该说它其实会鼓励你甚至可以留在自己的家乡，因为那个基本收入在你的可能假设你来自南部，或者你来自比较小的乡村或者是城镇，当然那个基本收入其实可以支应到你蛮好的一个生活条件。对，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有基本收入你是有这个选择的，你不见得真的要挤到城市来工作，然后来支付这么贵的一个生活成本。然后以可能像你的物价这个可能也是大家会很在意的，但其实基本收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终究回到一个供需啦。就是像刚刚讲的房子也是，我刚刚尝试要去论述的就是maybe 这些供给会发现需求会降低啊，它也没有那个就是好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我想再继续涨，因为其实需求开始降低了，所以大家是有选择的。所以当供需发生的时候，价格其实你认为它一定会往上还是一定会往下，其实说的你完全是说不准的。尤其像物价这件事情好了，大家有了基本收入之后，当然他会更愿意消费，可是消费的东西可能是民生必需品，那你会觉得说因为有基本收入，然后全联所有牛奶啊什么全部都涨了1倍，其实也不可能的。大家对于这个物价或者说所谓生活成本的影响，其实它是太多太多的层面，然后我们可以去看的不是说我有了1万块，然后所谓大家就会提高那个价钱，那我就一定要买单，没有，我反而会有更多的选择。我这边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之前的影片里面曾经有提到芬兰的一个实验结果，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对于失业率的改善似乎没有一些显著的改善，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实验的是失败的。那对于这个结果你们是怎么看？其实像芬兰的实验算是大家至少在台湾大家应该比较会关注到的一个实验案，但大家会抽出来理解的通常就是跟就业率失业率的这个表现有关。但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实验案，其实它是更全面的。第一个，当我去看所谓失业率就业率的时候，其实它还是回应到就是你抽样的这个母体，因为你抽样的母体它其实本身就是长期失业者，它可能本身就有自己的不论是自身技能的缺乏，它没办法适应新环境的一个工作形态，或者他本身就在请领很多的社会福利制度，所以对他来说改变现状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对，他有很多的原因造成了这个抽样的母体，它其实本身你最终去看它的就业率或失业率表现不是太合理的一个指标。然后再来像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实验案，其实我们也觉得虽然大家只关注到芬兰，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实验案在全世界在展开。然后以近期在美国西雅图，它其实就有一个实验案，它呈现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成果，就是它为期10个月，然后1个月发放$500。那我们看到的是就业率从 37% 提升到 66%， 以及更多的人这个母体里面他去参与到了健保、劳保以及所谓的退休金的制度，这些都是他在有基本收入以前他可能没有那个所谓的心智频宽去 take care 这么多的事情。甚至他还有一个指标是这群人结束实验的时候他们平均的收入是提升的，所以代表他有更好的议价能力去选择更好的工作。很多人其实是完成了所谓职涯的转换，甚至去做创业的事情。那接下来 UBI 台湾还有什么预计想要推动的计划吗？明年我们是希望可以扩大我们现有的单亲家庭计划，是可以至少有5个家庭，然后有稍微可能不同的情况，这样是比如说可能小孩更小或小孩更大一些，然后大家的背景不同多元，这样子我觉得台湾人是可以看出他自己，因为这个 U 妈妈她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她得了癌症，也让我想到其实不管是谁，不管是非常非常有钱人或非常就是比较贫穷的家庭，他们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然后我们没有人可以依赖，那我们怎么办？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做纪录片的原因，因为我非常相信台湾人看到他们自己，他看到一个一般的台湾人，他遇到这种困境，他也会意识到我有一天也可能有类似的问题。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自己奇观众分享的或者是倡议的呢？就延续像刚刚 Tyler 有分享，就是我们其实明年度我们会推出一个纪录片，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单亲家庭的实验案。那我们明年也要扩大这个规模，我们希望可以做到10个家庭，然后可能来自更多元的背景，然后不同的一个家庭的状态。
对，所以我们明年其实是希望可以做到更多的一个实验案。那其实我们也很积极在寻找更多 NGO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包含寻找一些需要被帮助的家庭。然后我们明年的包含我们透过纪录片啊，我们要做这些募款的活动啊，以及我们其实每年都有带着台湾的成果出海。就是我们去年去了韩国，今年去了英国，我们明年要再带着我们在做的事情去巴西。对，所以我们每年其实都在试着让国际看到台湾，我们 UBI 台湾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以及其实台湾人是很有机会去拿到海外的资源。我们其实也想要把海外资源拉进台湾，所以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更多人来关注。其实像我们有拜访很多的立委啊、议员啊等等，他们都会直接问我们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基本收入这个议题到底代表多少选票？对，这其实很难回应。但其实我觉得真的从心底去讲，所有人其实都是支持说未来大家的生活应该要被保障这件事情。就像以前可能婚姻权啊，或者说投票权，它不是一个基本人权，但未来生存权可能要是一个基本人权。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会希望更多人来参与跟讨论这个议题，然后也真的让在台面上的这些立委，然后议员们开始去关注这个议题。甚至就是有类似的政策可以出台，不论是做一个地区性的实验案，或者是怎么样。对，那我们其实UBI台湾大家虽然都志工，但我们真的很乐意把我们的晚上跟周末花在这个议题上面，就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对，了解。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2位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要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也不要把它分享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其他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